广西扶绥县八盘乡的村民农作时，在那标识山上突然发现一只罕见的野生动物。据目击者称，这种动物长得像大橘猫，全身毛发金黄，在阴暗的林间发光。也有村民说，它看起来很像豹子，只是没有豹子的花纹，体型也比豹子小上一圈。动物专家根据村民的描述，认为这种神秘的野生动物应该是山雕。它们曾是广泛分布于亚洲的一种食肉动物。听说这是山雕后，有的村民却感到一阵后怕，说山雕异常凶恶，甚至连老虎、豹子都不怕。这是真的吗？这里是万物灵，欢迎关注熊探长，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在民间有虎生三子，必有一彪的说法，意思是说老虎一般一次只生2只幼崽。如果一胎生了3个，其中就有一只彪。老虎生的不还是老虎吗？为什么变成彪了？难道跟丑小鸭一样吗？其实这是因为彪先天营养不良，身体瘦小软弱，一身褐色绒毛又短又稀，还没有虎毛的黑条斑，虎妈就不认它，不给它喂奶，还经常踢咬驱赶它，甚至将它扔到饿狼出没的荒野。从此以后，彪在被追杀的险恶环境中可以说是九死一生。他们为了活下去，强行咽下腐烂的食物和脏水，被迫学会了飞檐走壁、爬树攀藤，有时候还不得不与比自己强大的虎豹肉搏。在这样的残酷中长大的彪，成了山中恶霸，甚至成了老虎的天敌，争夺百兽之王的名号。所以他们往往身上新伤旧伤不断，浑身没有一块完整的皮，死后也找不到一块没有断裂的骨头。这听上去就是网文小说里的男主角啊！彪真的有可能是老虎的后代吗？这其中还真有一定的科学依据，那就是老虎身边的幼崽确实不多。俄罗斯研究人员对雌虎待宰情况进行过调查，发现每只虎妈妈一胎会生下1到4只幼崽，身边平均带着2.5只幼崽。而当幼崽1岁的时候，平均每只虎妈身边只剩下1.3只幼崽，甚至不少虎妈的幼崽会在1年之内全军覆没。这是因为虎妈要养幼崽，就必须捕获更多的猎物。一只虎妈每年要吃1400千克肉，大概要成功捕猎40次左右，而带2只小老虎每年一共需要2700千克肉。想要3只小老虎全部活下来，每年就需要3400千克肉，每多养活1只就要多捕猎20次。这么大的食物需求是很难得到满足的。加上幼虎十分脆弱，但虎妈出去打猎的时候，可能遭受到成年野兽的攻击。据统计，幼虎1岁内的死亡率高达45%。一只虎妈一胎通常只能养活1只后代。那么有关彪的传说是真的吗？这个实验观察虽然证明老虎一般只能养2个幼崽，却不能说明彪和老虎有血缘关系，也没有证明彪有能力对抗老虎。那么山彪在野外真的能和虎豹相比吗？古人在书中曾经有过彪最旷恶能食虎子也的记载，就是说彪虽然很凶恶，但是也只是吃小老虎，没有说他们敢和成年老虎正面肉搏。也许是根据这一条记载，民间才流传出了他们比虎豹还凶恶的传言。但其实在古代，彪是很常见的动物，在很多古诗句中都有记载。诗人描述它们的时候，往往带有一种熟悉甚至亲近的感情，而不像看待老虎那样觉得凶猛可怕。那么彪和老虎相比，究竟哪个更强呢？从村民的描述里，我们也能看得出来，彪的体型甚至比豹子还小。在自然界里，对于食肉动物来说，体型基本上是决定了地位的。在唐朝的时候，有一个剑圣裴民射虎的故事，就表现了山彪与老虎之间的地位差距。有一天，裴民外出打猎，在1天里面就射死了31只老虎。正当他洋洋得意的时候，却有一位老人说：“你射杀的可不是真正的老虎，而是山彪。”裴民很不服气地问道：“那你说真老虎在哪儿？我去给你打几只来。”老人说了在哪座山里能碰到老虎，然后裴民就去山里找了。
结果在面对真老虎的时候，他的马被吓得倒退发抖，弓箭掉落一地，他自己也差点葬身虎口。从此以后，裴民又羞愧又害怕，再也不敢说自己能打老虎了。这个故事说明，老虎还是那个万兽之王，不是人力能够随便挑衅的，也不是山标能够取代的。事实上，对于这些野兽，古人有一个更加直观和明确的排名。在明朝和清朝的武官官服上，根据不同的官阶品级绣上了不同的野兽图文，官职从1品到9品依次递减，1品大官地位非常高，所以在1品官服上会绣上麒麟，然后依次是狮子、老虎、豹子、熊和彪。可以看出，我们常见的大型食肉动物的排名都是在彪之上的。彪这种动物能够被绣在官服上，说明它们看上去还是比较威严的，至少古人不会把猎狗和狼放上去吧。同时也说明古人经常能够看到这种动物。那么他们见到的彪长什么样子，又是哪一个物种呢？根据古人画出的图像，我们可以看到彪和老虎长得确实非常像，黄皮白肚，全身也长有花纹，但是花纹不同，而且它们的体型比豹子更小，所以和老虎就更不是一个重量级的了。根据这一点来看，彪是猫科动物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，但是具体是猫科里的哪一种却仍有争议。有人说它们是猞猁，因为猞猁的体型比豹子略小一些，很擅长捕猎比自身体型稍大的猎物，比如狍子和鹿。但是很明显，猞猁的尾巴非常短，而彪的尾巴很长，所以彪不太可能是猞猁。更多的人则认为彪其实就是亚洲金猫，主要分布在东亚、南亚和东南亚地区。亚洲金猫身长75到110厘米之间，和书桌差不多长，算上尾巴能有1.5米，肩高40到50厘米，和人的膝盖差不多高。虽然被叫做猫，但是它们的叫声和猫咪很不一样，不是喵喵的叫声，而是一种低沉沙哑的哇哦声。这种叫声不像虎啸声那样懒散，却充满威力，反而有一种尖锐刺耳的感觉，让人听着很不舒服。在捕猎习性上，它们也表现得比较凶猛，可以捕杀比自己体型更大的斑羚和小型鹿，不过最多也就是杀死小牛犊，和老虎肯定是没法比的。为什么会有人把它当成老虎呢？不是所有亚洲金猫都是橘猫的颜色，有的金猫是有花纹的，外形和老虎有点相似，尤其是亚洲金猫脸上的花纹确实有老虎的神韵，加上类似虎豹的圆形瞳孔，完全有可能被误认为是小老虎。由于和老虎长得比较相像，它们还被偷猎者视为虎皮和虎骨的替代来源。不法分子有时会把金猫当成野味，剩下的皮毛和骨头就会被卖掉。越南就曾没收过被漆成老虎皮的亚洲金猫皮毛。在我国，金猫的生存状况也不容乐观。随着大量栖息地丧失和偷猎，亚洲金猫的数量锐减，它们的身影逐渐从安徽、江西、湖南、湖北、广东、广西、贵州、福建、浙江等历史上广泛分布的省份消失了。甚至一些动物园里的亚洲金猫也因为数量稀少、缺乏繁育条件而灭绝。比如杭州动物园里收养的华南亚种，在前2年就死去了。2015年 ，IUCN 将亚洲金猫列为濒危物种，在我国也被列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。但是我们对于亚洲金猫的关注和重视依然不足，尤其是没有进行有效的繁育手段来扩大它们的种群。不过，值得高兴的是，最近2年在云南、陕西等地又出现了它们的身影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如果您喜欢熊探长的视频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评论加关注，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